乌军无人机突袭俄能源中枢，最大天然气厂与石油枢纽双双被毁。乌克兰同时动用海王星与火烈鸟导弹，远程打击进入新阶段。普京承认误袭，亚塞拜然客机坠毁真相曝光，俄方正式道歉并赔偿。俄经济陷入谷底，股市暴跌创3年新低，战争红利彻底消失。麦当劳 CEO 捐款1500万美元支援乌克兰，美乌联合研发顶尖无人机。以哈停火协议出炉，西岸爆出伊朗军火加沙和平再现阴影。大家好，欢迎收看新冷战情事，请大家先为我们的节目点赞、留言，谢谢大家。乌克兰对俄罗斯能源体系的攻势仍在持续升级，而这一次目标直指伏尔加格勒地区。最新传出的消息显示，俄方境内最大的天然气加工厂以及关键油泵站同时遭到袭击并陷入火海。根据开源情报防御者的报道，当地时间10月9日夜间，乌克兰军方率先对伏尔加格勒地区的克罗布科夫斯基天然气处理厂发动了一波密集的无人机群攻击。从现场拍摄的视频可以听到接连不断的爆炸声，巨大的火光在厂区周围闪烁，燃烧的气体照亮了夜空。据悉，这座天然气处理厂是俄罗斯规模最大、地位最重要的能源设施之一，在全国天然气生产与供应体系中占据核心位置。紧接着，乌军又对伏尔加格勒的叶菲莫夫卡石油转运站实施了定点打击。该转运站是俄罗斯原油出口至黑海的重要枢纽节点，如今遭到严重破坏，现场浓烟滚滚，远在数公里外都能清晰看见黑烟翻腾。伏尔加格勒素来是俄罗斯的重要工业重镇，此前已多次成为乌军攻击目标。而如今，天然气与石油设施在同一夜间被同时命中，无疑再次重创了俄方能源系统的脆弱命脉。更令人震惊的是，就在伏尔加格勒传出爆炸的同时，罗斯托夫地区也遭遇袭击。乌克兰无人机击中了当地一处大型油库，马特维耶夫山岗上空被浓烟笼罩，至少传出10多次剧烈的爆炸声。与此同时，俄罗斯深处的新西伯利亚市也传出大火，一家隶属于俄军的微晶圆制造厂突发猛烈火灾，现场火势迅速蔓延，火光映红了夜空。多方情报认为，这极可能是乌克兰特工深入俄境后实施的破坏行动。除了纵深打击，乌军在前线也展开了更为激烈的攻势。乌克兰部队持续向俄罗斯边境的库尔斯克方向推进。格卢什科沃镇附近，一架乌军无人机精准命中俄军弹药库，引发剧烈爆炸，造成大量武器装备被毁。不久前，乌克兰特种部队更是深入库尔斯克境内，在装甲车辆的掩护下，多点分散突袭俄方阵地。这一系列行动显示，乌军意在逐步在库尔斯克边境建立新的缓冲区，为后续更大规模的进攻铺平道路。与此同时，在乌东战场上，乌克兰的反击同样猛烈。顿涅茨克地区的新列尼夫卡附近，乌军成功摧毁了一辆俄军的 T-90M 主战坦克；而在俄占卢甘斯克地区，乌克兰卡拉特无人机部队也再立战功，击毁了一辆坦克和一门牵引榴弹炮。整体来看，乌克兰的攻势正呈现出前后呼应、远近兼击的态势，纵深打击俄罗斯能源与工业基础，前线则稳步推进并扩大战果。俄方的能源供应体系、军工能力与前线后勤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压力。乌克兰在远程打击能力上迎来了突破性进展，美国向其提供战斧巡航导弹一事终于有了实质性的进展迹象。与此同时，乌克兰自主研发的海王星与火烈鸟两型导弹也正式实现联合作战，标志着乌方远程武器体系迈入全新阶段。据 RBC 新闻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讲话中证实，乌军部队在上周首次同时发射了这两款巡航导弹。虽然他没有透露发射的具体数量，但从攻击成效来看，外界已经能够推测出规模与威力。例如 Wild 报道称，乌克兰军方近期针对俄军在克里米亚的情报基地发动了一次精准打击，发射了3枚火烈鸟导弹，其中2枚直接命中目标，
第3枚虽偏离约100米，却仍在爆炸中形成了直径约15米的巨大弹坑。与此同时，乌克兰升级版的长城海王星导弹也对克里米亚的港口与军事基地实施了连续打击。事实上，最近克里米亚几乎每隔2天就传出新的空袭报告，这充分显示出乌军除了无人机外，正越来越多地动用远程导弹执行战略打击任务。值得注意的是，这并非乌军首次动用火烈鸟。早在9月份，该导弹就多次用于攻击克里米亚及俄罗斯后方目标。近期，俄方境内多处炼油厂与油库遭受严重破坏，外界普遍认为火烈鸟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作为乌克兰最新研制的重型远程武器，火烈鸟的出现，某种程度上已经改变了俄乌战局的平衡。这款导弹射程超过3000公里，搭载重达1150公斤的高爆战斗部，具备对深远纵深目标的毁灭性打击能力。目前，乌克兰军工体系每天可生产约3枚火烈鸟，预计不久后将提升至7枚的产能水平。在成本方面，火烈鸟的造价仅为美国战斧导弹的1/4，性价比极高。当然，后者在综合性能与打击威力上依然占据优势。即使是射程约2500公里的战斧标准版，也足以覆盖俄罗斯境内超过1900个关键军事目标，包括后勤枢纽、交通节点以及大型战略油库等核心设施。毫无疑问，战斧一旦正式列装乌军，将成为足以扭转俄乌战争走向的关键性武器。然而，目前最大的悬念在于美国是否真的会迈出这一步。对此，克里姆林宫方面已迅速表态，宣称俄军完全有能力击落战斧导弹，并表示不会被此举吓倒。不过，西方情报界人士则指出，克宫实际上正竭尽全力游说白宫，试图阻止战斧进入乌克兰，以维持俄方后方的相对安全与稳定。亚塞拜然民航客机坠毁事件终于迎来最新进展，俄罗斯正式承认误袭，普京亲自向亚塞拜然方面致歉。根据 Nexta 新闻报道，当地时间10月9日，俄罗斯总统普京与亚塞拜然总统阿利耶夫在塔吉克首都杜尚别举行会谈。会议伊始，普京便当面表达了歉意，对去年亚塞拜然客机坠毁一事表示深切哀悼。然而，在致歉之后，普京又话锋一转，再度将矛头指向乌克兰，暗示这场空难的间接责任并不在俄罗斯。他声称，俄军的防空系统之所以发射导弹，是因为当时空域内同时出现了3架不明无人机，系统误判导致防空导弹启动。普京解释称，俄方确实发射了2枚导弹，但并未直接命中客机，而是在飞机几米外爆炸。爆炸产生的弹片击穿了机体，引发火灾并最终导致坠毁。不同寻常的是，俄方这次罕见表示将承担赔偿责任，承诺为遇难者家属提供公正交代。回顾这起震惊国际的空难事件，可谓一波三折。2024年12月25日，亚塞拜然一架从巴库飞往俄罗斯格罗兹尼的民航客机，在途中突然遭俄军防空系统锁定并被击落。机上共有62名乘客与5名机组成员，最终造成38人遇难。事故发生后，俄罗斯媒体第一时间否认己方责任，将矛头指向乌克兰，声称是乌军挑衅造成误判。然而，随着现场视频与黑匣子数据的陆续曝光，调查结果最终证实，击落客机的确系俄军导弹所为。事发后，莫斯科一度将其归结为误袭，但始终拒绝承认细节。直至此次，普京亲口道歉并同意赔偿，俄方态度才首次出现实质性转变。值得注意的是，这次道歉事件的背后还隐藏着俄阿关系的急剧恶化。近几个月来，俄罗斯方面以危害国家安全为由，拘捕了多名亚塞拜然侨领，引发阿方强烈不满。作为回应，亚塞拜然政府查封了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在本国的办公室，并公开指控该机构记者从事间谍活动。随后，阿方进一步宣布取消境内的所有俄罗斯文化活动，并计划逐步削减甚至废除俄语教学。两国关系迅速跌入低谷，互信几近破裂。与此同时，土耳其趁势加大对亚塞拜然的支持力度，强化在外高加索地区的存在与影响。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俄罗斯在该地区的影响力正逐步式微。
普京此时选择公开道歉并作出赔偿承诺，很可能是莫斯科试图缓和局势、修复与巴库关系的外交姿态。一场俄乌战争不仅撕裂了东欧战线，也正在深刻改写中亚乃至外高加索的地缘格局。在俄乌战争即将步入第4个年头之际，俄罗斯的经济状况被曝陷入谷底，多个关键指标创下战事以来最差表现。据世界报分析，莫斯科正在经历自战争爆发以来最严峻的经济阶段，这与乌克兰持续对俄境内炼油厂的精确打击密切相关。加之西方国家层层加码的制裁压力，以能源出口为支柱的俄罗斯经济已步入深度困境。一度被克里姆林宫视为战争红利的军工经济，似乎也正在迅速降温。随着战线拉长，资源消耗加剧，那种由军工产能带动的虚假繁荣正在逐步消散。经济低迷的直接体现出现在俄股市的剧烈波动上。10月8日，莫斯科交易所 MOEX 迎来了3年来最大单日跌幅，指数暴跌 4.05%， 收盘仅剩 2563.3 点，创下自2022年春季以来的最低水平。其中，能源与金融板块首当其冲。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股价下跌 4.1%， 俄罗斯石油公司下跌 2.5%。金融体系同样遭重创，储蓄银行暴跌 4.9%， 外贸银行下滑 4.7%， 几乎是全线溃败。分析指出，这反映出投资者对俄经济前景的信心急剧下降，尤其是能源出口受创和战时消耗扩大，使得资本市场动荡难以避免。与此同时，俄方与西方之间的军事紧张局势仍在升级。仅在过去1周内，北约部队就3次拦截从俄罗斯境内飞往加里宁格勒的俄军战机，这些飞机短暂侵入波罗的海空域后，被北约战机紧急驱离。不止如此，近期北欧及波罗的海3国，甚至德国境内都多次出现疑似俄方无人机的侦察或骚扰行动，引发高度警戒。对此，德国政府已决定赋予警方击落可疑无人机的权利，以维护空中安全。这一决定被视为北约成员国对俄方行动的又一次强硬回应，也让欧洲安全局势再度升温。与此同时，斯洛伐克也传出重要动向。据悉，斯洛伐克政府将重新启动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计划，计划提供工程建设与排雷等后勤支持。这也是现任总理菲科 Robert Fico 上任以来首次松口。要知道，在俄乌冲突初期，斯洛伐克曾是欧洲最早大规模援乌的国家之一，但菲科上任后采取亲俄立场，曾一度中断军援。如今态度转变，被外界视为欧盟施压下的政治妥协。事实上，斯洛伐克与匈牙利这2个亲俄阵营的欧盟成员国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随着欧盟在援乌制俄战略上全面强化立场，任何对俄暧昧的政策都被迫修正。其中最关键的问题仍然是能源。欧盟正在推进彻底摆脱对俄罗斯天然气与石油依赖的计划，而对于高度依赖俄能源进口的斯洛伐克与匈牙利而言，这无疑是两难的抉择，一边是经济现实，一边是政治压力。如今，在制裁与战火的双重夹击之下，俄罗斯的经济动能正急速衰退，而欧洲阵营内部也在能源与安全的交错考验中艰难重组。在俄乌战争进入持久阶段之际，乌克兰的防务产业正迎来一次跨时代的跃升。美乌多家媒体共同报道，乌克兰国防公司宣布将与美国企业合作，联合研发全新一代浮动飞行无人机哈利亚。这款无人机具备独特的双域作战能力，不仅能够在空中高速飞行，还可在水面悬停与机动，执行远程海上打击、侦察和支援任务。根据披露的信息，哈利亚项目共分为3个版本。哈利亚 S 民用型号，有效载荷45公斤，航程约400公里。哈利亚 M 军用版本，航程在1000至3000公里之间，可执行战略侦察及远程攻击。哈利亚 X 高端战略型号，航程高达4800公里，可携带1000公斤载荷，被誉为全球最先进的同类型无人机之一。值得注意的是，哈利亚的原型机将在乌克兰本土开发、测试并投入生产，
这标志着乌克兰在自主军工领域迈出了关键一步。分析人士指出，这款浮空跨域无人机或将成为乌克兰未来防务体系的核心装备。与此同时，国际社会的援乌行动仍在持续推进。乌克兰基辅独立报报道，全球快餐连锁巨头麦当劳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克里斯·坦普金斯以个人名义向乌克兰捐款1500万美元，专门用于支持人道主义救援。报道确认，这笔捐款已到账，象征着跨国企业对乌克兰社会重建的信任与支持。在中欧地区，捷克政坛也出现了新的变化。来自布拉格的消息显示，在总统帕维尔的呼吁下，新任总理安德烈·巴比什公开改口，称向乌克兰供应弹药原则上是个好主意，但必须提高透明度与监督机制。而就在此前的选举期间，巴比什还曾表示，若当选将终止对乌援助。如今的态度转变，显示出捷克政府在欧洲政治压力与地区安全形势面前的现实调整。此外，10月8日，为期4天的第3届乌克兰国际防务论坛 DFNC3 圆满落幕。本届论坛吸引了来自20多个国家、900多家防务企业，共计1500多名代表参加。会议期间，各国代表团就无人机、电子战、防空系统等领域的合作展开热烈讨论，会场座无虚席，甚至有不少与会者在场外洽谈合作，场面异常火爆。分析认为，这场论坛的成功意味着乌克兰军工产业正逐步融入全球防务供应链。欧洲方面的动向同样引人关注。多家欧媒报道称，欧盟历史上首次决定向乌克兰军方直接提供财政支持。据议员索博列夫透露，布鲁塞尔已批准拨款60亿欧元，作为乌克兰武装部队的非偿还援助。过去欧盟的援助重点多集中在社会与民生领域，而此次的转变标志着欧洲对乌克兰的支持已从经济援助全面升级为军事保障。从哈利亚无人机项目到欧盟的直接军援，再到企业家与盟国的多维参与，可以看出，乌克兰正从被援助方逐步转向防务自强的新阶段。在持续的冲突与国际重构中，基辅正以技术创新、外交整合与战略联盟，为自己争取更大的主动权与未来空间。在哈马斯发动10点7袭击2周年之际，局势终于出现转折。哈马斯方面罕见妥协，同意签署停火协议，但与此同时，以色列却在约旦河西岸缴获了大批来自伊朗的武器，使得这场来之不易的和平再次笼罩在阴影之中。据耶路撒冷邮报报道，当地时间10月9日，哈马斯发表正式声明，接受前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停火框架方案。协议的主要内容包括3项关键条款：第一，哈马斯需在下周以前释放所有剩余的20名人质，之后还需逐步移交遇难者的遗体；第二，以色列将继续控制加沙地带约53%的区域，直至最后1名人质被释放，随后以军才会撤回至边境缓冲区；第三，以色列方面同意释放约2000名巴勒斯坦囚犯，但明确排除参与10点7袭击的哈马斯成员。这份协议标志着长达2年的以哈战争即将进入尾声。以色列政府也宣称，经过持续的军事行动与外交施压，基本实现了既定的战略目标。回顾这场冲突，其导火索仍是2023年10月7日。当天，哈马斯武装突袭以色列南部，袭击平民社区并掳走数百名人质，其中包括一些原本支持巴勒斯坦立场的民众。在接下来的2年中，以色列通过武装行动和囚犯交换，陆续解救出部分人质。去年6月，那名广受关注的华裔女孩诺亚就在努塞拉特营地被以军成功营救。然而，仍有不少人质在被关押期间不幸身亡，包括年仅9个月的婴儿克菲尔，他成为这场战争中最年轻的受害者。与此同时，以色列对哈马斯及其盟友展开了前所未有的军事打击。哈马斯的2任最高领导人哈尼亚与辛瓦尔相继被以军击毙，黎巴嫩真主党高层也几乎被连根拔除。以色列甚至与哈马斯背后的伊朗正面爆发过大规模冲突，在数次交火中成功清除伊朗军方多名高层，包括其总司令与总参谋长等核心人物。中东的火焰几乎都是从加沙蔓延开来的。
就在外界以为局势趋稳之际，以色列安全局又在约旦河西岸地区缴获了大批来源明确的伊朗制武器。这一发现无疑再次敲响警钟，中东的真正和平依旧遥不可及，战火的阴影仍笼罩在这片动荡的土地上。好的，感谢您一口气看到最后了，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和支持。要看最全面、最及时准确的战场热点报道更新，就请每日锁定新冷战情势。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也请您点赞、留言、订阅，把视频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节目。想要赞助我们的朋友，可以打开超级感谢打赏赞助，帮助我们能持续做出更多好节目。谢谢大家。